黄色，有些有黑色啊。大家看这个野生红，它是全黑的，但是这个金丝它就是金黄色的一个造型。这个毛峰就是黑条，还有金色的。这个金芽是金黄色的一个单个的芽。但是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首先，普文在上面放置的4款它的茶树品种都不同。从最前面的一款滇红金芽开始，我们来讲滇红金芽它是采用凤7号的一个茶树品种制作的一款茶。其实它如果是理成直条就成了大金针，都是一个单芽。像滇红毛峰的话，会采用1芽2叶来制作，它可以很多品种比如说凤7也可以做，老品种茶树也可以做，香龟的茶树也可以做。像金丝像正常的我们现在在做的金丝有几个品种，一个茶树品种是清水3号做的一个金丝，还有一个老品种茶树的一个金丝，还有一个云抗10号的一个金丝。像这款野生红，它只是2个品种，一种是绿芽的，还有一种是紫芽的来制作。但是野生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茶都是黑条的。好，讲完这半卷曲型的这4款茶都属于滇红类的一个毛峰系列的，就是半卷曲型系列的一类茶。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几类滇红当中的一个造型。大家看一下，眼前有3款，一款是特级中国红，一款是大金针，这款是特级松针。无非特级松针跟大金针之间差别就是一个芽跟1芽1叶或者1芽2叶的区别，但是它们同样采用理条的形式，是理直条的一个形式。你看还有中国红，大家看一下，都是理直条的一个形式。所以滇红的品类当中有几个茶是理直条的基本上以针或者松针这样的类型叫法出现。在滇红的所有的理条系列，无非也只是采用了几个茶树品种。第一个老品种茶树的比如像松针这类经典58之类的，它会采用老品种茶树的。如果老品种茶树是单个芽的，做成这个单芽的那叫小金针。像这个大金针是采用凤7号或凤9号茶树来制作。中国红它是几个拼配的茶树种，比如说清水3号梅藏黄疸还有野生红，做一个拼配之后，然后理成了一个直条。其实制作滇红茶品当中，茶树种不是特别多的，基本上是这几类树种为主要原料，只不过滇红茶的造型在不断的改变。滇红茶当中另类的一些造型大家来转移一下视线看一下，这眼前的这一款宝塔茶跟前面的一款红龙珠和滇红的一些金螺，这其实是另外一种特殊的造型根据工艺它来做一些变化，这会做成球会做成宝塔会做成螺这只是工艺上的变化。但是采用的原料其实像红茶龙珠跟宝塔，它可以采用同一种原料，然后再来进行制作。金螺的话，其实它的原料跟金芽的原料跟金针的原料相同的一个原料。好，讲完滇红茶的造型之后再与大家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滇红茶是可以做晒红的，又有烘红又有晒红的。看一下眼前的几款半卷曲型的茶比如说我们拉近距离看，像这个滇红毛峰，像这一类它会去做古树晒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像野生红作为晒红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金丝类的单芽的金丝类的它不会去做晒红，基本上都是烤红，也叫烘红。金芽它肯定是烘红。像这些理条类的直条型的包括造型类的它都会是烘红，卷曲螺之类的都会是烘。只有半卷曲的毛峰类型的茶它有可能会做晒红，茶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红茶的造型就这么一些，但是真正生产滇红茶的一些茶树种基本上就是普文给大家讲的一些范围之内。
其实茶的好坏啊，还是取决于它的树种和制作工艺和生产的地域。好，本期跟大家分享的滇红茶的品类和造型啊，普文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茶品。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